加萨停火成了川普的个人秀吗？前3分钟带您变成国际通，大家好，欢迎收看3分钟国际通，我是彭光伟。加萨停火，以哈互换人质和囚犯，成了这几天的国际焦点。美国总统川普也没闲着，专程飞到中东一趟，先是到以色列国会演说，再到埃及主持和平峰会。一向和川普不对盘的 CNN 报道内容可是毫不客气的批评。CNN 说，在人家以色列人质家属等待亲人回家，以色列整个国家终于要进入治愈的阶段的时候，川普的旋风式到访却抢了整个媒体镜头，锋芒毕露。CNN 的报道提到呢，在2023年10月7号遭到哈马斯入侵重创的尼尔奥兹屯垦区的居民呢，都在等待被释放的人质家人返家。但川普抵达以色列之后呢，所有媒体的报道都聚焦在川普身上了，电视转播也变成了分割画面，一边是等待中的人质家庭，一边是川普和纳坦雅胡的车队甚至有人质家属拜托地方记者不要停止转播人质释放过程，因为他们想要第一时间看到自己的家人。CNN 的报道提到呢，川普此行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把停火协议定义为他个人的胜利他在以色列国会演说的时候，高调宣称战争结束了，甚至公开要求以色列总统应该赦免纳坦雅胡面临的贪腐指控，直接干涉以色列的内政司法。其实有不少分析家认为纳坦雅胡长期面对贿赂、贪污、诈欺等法律指控，一旦以哈战争结束之后，就有可能会官司缠身。而川普公然干预其他国家的司法也不只有这一次了，他不久前才为了帮巴西前总统脱罪，对巴西寄出50%的关税。经济学人也分析了，加萨停火协议之所以能够达成呢，是因为对接下来的问题内容都相当含糊，比如说以色列要从加萨撤军的速度和程度，还有哈马斯的解除武装，都没有明确说明该如何进行。经济学人认为呢，这种模糊的措辞，如果未来以色列不撤军，恐怕也不意外了。经济学人还指出川普大喊战争结束，但是呢，纳坦雅胡为了安抚党内极右派，要彻底消灭哈马斯的盟友呢，还得私下跟以色列人说，战争其实还没结束。一个停火协议各自解读，实在是非常讽刺。当外界都在庆祝停火，但加萨内部却出现了哈马斯和加萨民兵的冲突，未来加萨内部的治理也出现了极大的争议。经济学人认为国际政客高喊的和平，其实呢是对战争后加萨样貌的空泛承诺，反而让内部迅速走向更多的镇压和混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关系能有什么正向改善吗？恐怕很难。经济学人讲得很直接没有具体内容的协议，只为了凸显政治人物的虚荣，可能只是在为下一轮的灾难铺路。前3分钟带您变成国际通，感谢您今天收看，我是彭光伟，我们下次再见。